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委托人的家，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想改造的地方吧。我想改造成放扫把那种零零碎碎那种东西想多个地方收拾好想弄了放点装饰品这样子哈哈，我弄不到。Oh no！ Hello。还有我也有要求，我要一个可以跳的地方哦，然后还有我的上厕所的地方可以隐秘一点还有一个可以坐在很高的地方可以看他们全部人，可是我也不要太高耶，因为我就是有点怕高的。OK， 没问题，让我来搞定。首先，我们先把东西都清走吧。把柜子里的杂物也都整理出来，之后方便分类收纳。先把柜子的配件都先卸下搬走，这样实木柜子就比较容易搬出去了。这个柜子平时放置的都是不常用的物品，导致这空间其实闲置了很久。那现在呢，我们打算充分利用这个闲置空间，打造一个兼具收纳与装饰功能的角落。还会翻新我爸30年前亲手做的实木柜子，再加入我设计的层板和收纳柜，并把猫咪的日常也结合在这里。这次的改造将融合老房空间现有的元素，复古、细节、沉稳，实现新与旧的完美结合。翻新橱柜第一步，我们可以用螺丝起子或者电钻把把手拆下，这样可以方便之后上漆。柜子内部的配件和铰链也可以拆下，防止下一步划伤手，也有利于刷漆的均匀。卸下其他没有上漆的部分。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砂纸打磨需要油漆的橱柜表面，开始清理漆面，让表面无灰尘、油渍等脏物，这样可以增加家具表面油漆的附着力。注意转角的地方不要过度打磨，保持家具的形状。我们打磨至手感光滑，表面无凸起后，再用沾水布抹干净表面的粉层，就可以开始上漆啦。这里我是用仿古木纹漆，选用的桃木色可以仿古做旧，凸显木纹。木纹漆开罐即可刷涂，觉得太浓稠的话，我们可以加5帕以内干净的水稀释它，再搅拌均匀。我们在刷家具木纹漆的时候，要从上而下，从里而外，从左到右的顺序薄刷，间隔2小时之后可以再刷第2遍，每遍颜色逐次均匀加深。这里是我刷了3遍可以达到的效果。门框的部分我用了黑色的网格取代原本的玻璃。门把则喷成金色，加深复古的印象。橱柜放置1-2天之后，漆味基本都会消散。接下来我们就帮新增的橱柜改色啦。我在还没组装之前刷漆，这样上色可以更均匀。那我为什么要改色呢？是为了让家具统一色调，这样整体色调和谐，也可以和周围环境、窗口、瓷砖颜色等
相适应。不然在这么小的角落，我们还搭配风格不一的家具，更容易给人一种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的感觉。刷漆的时候，尽量顺着一个方向刷，从开始刷到末端，再返回开始刷的地方刷第二遍。不然我们从中间再刷的话，会看到刷子留下的刷痕，表面就会变得不均匀了，木纹漆的纹路也会被打乱。若是想要木纹漆涂刷得更加均匀，要注意刷子一次不要沾太多油漆。较小的表面，我们可以用小刷子补色。我们在刷漆的时候，尽量保持施工环境的整洁。如果在刷漆的时候周围不够整洁，空气中的灰尘落在油漆中，将会使油漆表面有颗粒感而不光滑。板材门刷完漆后，放置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组装啦。层板和橱柜都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安装上墙喽。层板将分别改造成猫咪睡觉休息的空间和猫跳板。翻新的橱柜一格会是在拖地时把猫关进去5分钟的空间，另一格则是放置猫砂盆的空间。橱柜之间也会用收纳盒增加储物空间，层板之间则会加入垃圾桶、摆设等等。我们需要先测量层板架的位置，再用铅笔和铁钉标记之后需要上螺丝的位置，之后就在相应的位置转动。打入膨胀螺丝，再把层板架锁紧，固定在墙上。中间的层板托架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根据需求增加或减少数量。定制了一块中间开洞的板，在背面钉上一个菜罩 ，DIY 成猫窝。AA 柱有2个特点，一是安装方便，如果我们在墙上做单层隔板，打孔每一层都要校对水平线 ，AA 柱则不用，只要对齐一层，其他的就全部对齐了。第2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随意调整层板之间的间距。现在我们来增加这个小角落的储物功能和装饰性吧。卸下靠墙的柜门，把猫砂盆放置在格子中，贴上磁性感应灯，再加一个可能没用的防猫无效遮挡。在柜子上方和桌面都加入收纳盒和收纳篮，其中搭配一个 DIY 的复古装饰画点缀，还有家庭皂和 DIY 的胶片时钟。到了桌面，用卸下的柜门当作背景，衬托复古音响和日历。垃圾桶则放置在家政柜旁边，方便使用。家政柜里再安装多一个收纳架子，充分利用内部空间。收工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这角落安装了感应灯之后，半夜起床的爸妈不用再摸黑开灯上厕所啦。
一的厕所也不用放在走廊，现在放在柜子里，既美观又方便打理。打扫用具们也可以整齐地收在家政柜里了。我家猫咪也终于可以恢复本性，上蹿下跳了。还不错啦。今天的改造就到这里结束啦。最后来看一下空间改造后我妈快乐的一天吧。成和敗努力嘗試，人若有志應該不怕遲。誰人在我未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個真的漢子，承擔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願意。全力幹要幹的事，誰用敵意扮誠意，行動算了不必多砌詞。